睡梦中惊醒的失忆母亲，深夜闯入的隐形凶手，楼上被吵醒的熟睡丈夫，死于非命的两个男孩，到底谁在说谎？真相又是什么？警方查到的一系列证据又指向了谁？欢迎走进今天的案件。莫看见面平如镜，遥远水底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起案件十分的离奇。一个平凡的家庭，一个宁静的夜晚，母亲称深夜有人闯进了房子，在夫妻两人都在家的情况下，结束了两个孩子的生命。最主要的是，凶手没留下任何的痕迹。警方通过调查，觉得嫌疑最大的是孩子的母亲，但又有很多人相信母亲是无辜的。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1996年6月6日凌晨的2点31分。美国德克萨斯州罗莱特市的警局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打来电话的是26岁的母亲达利，她在电话中歇斯底里地大喊着：“有人闯进了我的房子，刺伤了我和我的两个孩子。”接线员听到电话那头达利催促着丈夫对儿子们进行抢救，事件很紧急。警员在挂断电话的3分钟后就赶到了案发现场，所见到的景象让警方惊呆了。客厅内一片狼藉，到处都是血迹，地板上散落着玻璃杯的碎片。6岁的儿子德文俊倒在了房间的角落里，一动不动，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另一个4岁的儿子达蒙也已经奄奄一息，母亲达利也身受重伤。当晚，达利被送进了医院进行紧急的抢救，他的脖子和胳膊都受到了重创。医生说，幸亏当时佩戴着一根项链，否则刀伤只差2毫米就会割断达利的颈动脉。但遗憾的是，4岁儿子达蒙则在抢救的途中离世了。第二天上午11点，警员来到了医院，找到了达利，询问昨晚发生的事情。达利说，他当时带着2个孩子在客厅看电视，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听到4岁儿子达蒙一直在叫妈妈。当他睁开眼时，看见一名留着长发、戴着棒球帽、身穿深色 T 恤和牛仔裤的白人男子站在了身旁。达利被吓坏了，出于本能的大声尖叫。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与男子勇敢的搏斗，扭打在了一起，并追着男子跑进了杂物间，割断了纱窗后逃跑了。此时28岁的丈夫达林和7个月大的小儿子德雷克正在楼上睡觉。丈夫听到妻子的尖叫后赶紧跑下了楼，但眼前发生的事儿让丈夫也十分的惊慌。他按照妻子的指示，开始对受伤的2个儿子做紧急的救助，心肺复苏，并报了警。由于妻子受惊过度，当时客厅内的灯光又比较昏暗，达利记不清凶手的长相。他们所在的小镇治安一向不错，当地警局也从来没遇到过这么严重的案件。当务之急，警局请来了已经退休的老警员詹姆斯。詹姆斯在对案发现场做检查时，却得出了一个与达利供述完全不一样的结论：房内根本没有外来入侵者。詹姆斯接到求助后，很快就赶到了案发现场。他发现车库的窗户确实是被人打开了，纱窗也被人破坏了。随后，他走进房子的客厅，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却发现了如下几个可疑的地方。首先，现场十分的凌乱，客厅的地面上有很多的血迹，到处都是杯子和酒瓶的玻璃碎片。但所有的血迹都是在玻璃碎片之下，全家人没有一个因为玻璃碎片而扎破脚，这些玻璃碎片更像是被人事后打碎的。第二，客厅和厨房的台面上都放有金银首饰，经过丈夫确认，无一缺失。如果是入室抢劫，这么明显裸露在外、好下手的财物，不应该无一缺失。第三，警方来到了凶手逃跑的车库，经过仔细的检查后，只在门上发现了血迹。如果真的从这里逃跑，总会在车库的地面或者墙面留下一些痕迹的，但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就好像也有人将血迹故意蹭到门上一样。第四，那把现场凶手扔下的厨刀上只有达利一个人的指纹。第五，
达利说他曾与凶手扭打在一起，追着凶手在屋内跑。但是警员对血迹进行分析，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所有血迹都是来自于一个站着不动的人，并没有追赶中发生的滴落血迹。基于这些现场痕迹，老警员得出的结论是，房间内根本没有入侵者。We felt like there was no intruder. 此时，警员把案件的重点放在了母亲达利身上，这一切都可能是他自导自演的。可他为什么要伤害孩子？他的动机又是什么呢？警员仔细回顾了达利的报警录音，总共的通话时长是5分44秒。达利非常紧张，显得有些语无伦次。前4分钟一直在叙述自己的情况，但在4分5秒的时候，他突然提到凶手遗落下一把带有血迹的厨刀。接线员曾提醒达利不要去碰它，但达利说已经碰了，并询问这样能否在上面提取到凶手的指纹。正常来说，突发这么紧急的情况，报警请求警员的帮助，谁会突然把重点放在厨刀上能否提取到指纹呢？按照达利的说法，凶手是割破了车库窗户上的纱窗闯入的。那么，为什么不偷偷拿走家里值钱的东西，而是闯入房子后走进厨房，又取了一把厨刀作案呢？如果像警方分析的那样，根本没有外人闯入，那割破纱窗的就一定是家人。警方随后对家里的所有物品进行了仔细的调查，果然在一把面包刀上发现了一根特别细的纤维。经过专家的比对，与被割破纱窗上的纤维一致。再结合现场没有找到陌生人的任何指纹、脚印和毛发，警方有理由相信根本就没有外人闯入。因为案发时父亲在楼上睡觉，整起案件又都是达利在提供线索，警方很快就将案件还移到了母亲达利的身上。警员回忆当晚抵达案发现场时，达利的表现似乎对受害的2个孩子漠不关心。警方递给达利一个毛巾，让他捂住孩子的伤口，但他却只是捂住了自己颈部的伤口。当法医要抬走他已经死去的大儿子时，达利没有不舍，没有询问要将孩子抬去哪里，这也不符合一位母亲爱子心切的行为。他能在电话中想起厨刀上可能提取凶手的指纹时，相信他也并不会因为惊吓过度而忽略被抬走的孩子。在检查达利当晚穿的睡衣时，睡衣上的破洞确实是被刀刺伤的，但在衣服的后背上发现了几滴细小的血迹。经过检验，这属于2个死去的孩子，这就很奇怪了。因为后背的血迹能说明达利可能不是受害者，而是施暴者。我们来分析一下，什么情况下才会有孩子的血迹溅到衣服的后背和肩头上呢？就是不断挥舞着厨刀的人，他的手不断的扬起又落下，才会溅到衣服的肩头和后背上。此外，警方还发现了一个关键点，就是在厨房水槽的四周发现了属于达利的大量血迹。这些血迹似乎都证明了一点，是达利在伪造伤口，想要骗过警方。案发的8天后，是大儿子德文俊7岁的生日，2名孩子已经入土为安了。母亲达利到了孩子的墓地，记者也对这起案件跟踪报道，却拍下了这样的一幕。They're having the biggest birthday party that we could ever imagine. The Routier family spent Friday at the tiny grave the brothers share, celebrating what would have been Devon's 7th birthday. The boy's mother, who survived the brutal attack, says now her family faces rumors they were somehow involved. We're not going to make an issue out of this because anybody that knows us knows how we were, how we lived.在2个儿子的墓地前，达利毫无犹豫嚼着口香糖，大笑、唱歌，
喷洒着彩条，与友人轻松愉快的聊天，根本不像一个1周前才刚刚痛失2个孩子的母亲。在案件发生的12天后，警方抓捕了母亲达利，起诉她涉嫌伤害自己的孩子。这段视频也成为警方起诉达利的关键证据。那么达利的动机又是什么呢？警方调查得知，她与丈夫达林的感情一直不错，二人初中相识，高中开始恋爱，18岁的达利就嫁给了20岁的达林，可以说是两小无猜了。婚后也一直很相爱，并相继有了3个儿子。90年代初期，丈夫达林开了一家电子公司，赶上了时代的潮流，收入非常可观，钱来得快，花得也很快。夫妻俩在达拉斯买了一栋价值13万的别墅，装修也很豪华。在当时的90年代，他们就敢花1万多美元去买窗帘，花9000多美元去买浴缸，可以算是相当的豪气了。而达利也是花钱如流水，金银首饰数不胜数。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案发现场时，厨房、客厅到处都可以看见金银首饰的原因。他们过着奢侈享受的生活，但最近日子，达林的公司就开始走下坡路了。1996年，夫妻俩已经开始付不起各种账单和房贷，但夫妻2人仍保持着之前的高标准生活，家庭收入已经无法支撑他们的奢华。达利是否想要除去2个孩子，减轻生活压力呢？但这个动机并不能得到认可，因为丈夫有80万的人寿保险，如果想要得到保险金，那除去丈夫岂不是来钱更快吗？最后，在1997年的2月4日，由7男5女组成的陪审团经过了9个小时的激烈讨论，最后决定达利1级谋杀罪名成立，被送进了死刑监狱。但丈夫及家人一直坚信达利是无罪的，之后还换了一名律师。新换的律师在看之前的庭审记录时，惊讶地发现这份记录错误百出。达利决定重新提起上诉，但被驳回了，因为这个案子既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直接的证据，也找不到作案动机，拿什么证明达利就是凶手呢？随后，新律师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真没有入侵者的话，房子只有2个成年人，其中1个成年人受伤严重，而另一个却毫发无损，那岂不是丈夫达林更加的可疑？警方在案发后的一次调查中，在达利家门外的垃圾桶里找到了一个对于达利不是凶手非常重要的证据，这是一个带有血迹的袜子，看起来就像是凶手逃跑时带走后扔到了门外的垃圾桶内。虽然这个证据不符合常理，因为凶手放在桌子上的金银首饰都没拿走一只袜子，这太奇怪了。但案发过程中，达利从未出过屋子，这确实是证明凶手不是达利的最有力的证据。之后，达利雇佣了一个私家侦探，侦探查到丈夫达林曾给妻子买过一份价值25万美元的保险，受益人是丈夫自己，但妻子达利对此事毫不知情。私家侦探还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在案发前的3个月，丈夫曾找人伪造了一场入室抢劫，劫匪盗走家中的贵重物品后，丈夫达林申请了保险金，随后再从劫匪手中把被盗的物品以低价给买回来。丈夫达林一直坚信妻子是清白的，但也坚持说自己不是凶手。他承认确实找人假装入室抢劫骗取保险金，但绝不会在家人都在家的时候这样做。为了自证清白，他同意做一次测谎，丈夫并没有通过测试。Did you yourself stand drawing on June 6, 1996? No. Because you were involved in the murder. No. Oh, yeah, you were. In what way? In what way? Yeah. You helped plan it, and you were there when it happened, and you helped carry it out. And you stand your life. No, I did not. Oh, yeah. 但很快，丈夫就被警员排除了嫌疑。首先，案发时达林在楼上和小儿子睡觉，全程并未参与，是听到妻子的呼救声后才跑下楼的。其次，就算丈夫为妻子买了保险，但保险并未启动。从现场的伤势来看，孩子数十处刀伤，刀刀致命，都显示出凶手对孩子充满了仇恨。而妻子大多数的伤痕都是皮外伤，测谎仪只能作为辅助警员办案的工具，并不能成为主要的证据。随后，私家侦探又在凶手闯入的车库窗户上发现了陌生人的指纹，但也被警员否认了，因为并不能确认指纹是谁的，也确认不了这个指纹是何时留下的。案子一拖就是5年。2001年，达利的律师申请做 DNA 检测，并重新提起上诉。2年后，法庭仍然维持原判。2008年 ，DNA 检测再次启动，并在7年后得出结果，显示并未在达利的睡衣和那只带血的袜子上提取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所有物证均未找到陌生男子的 DNA。时至今日，达利已经在死刑犯的监狱里待了20多年，等待执行处决。当年只有6个月大的小儿子也已经长大。小儿子时常去监狱看望母亲。2006年时，小儿子像往常一样去监狱看母亲，却告诉了母亲一个十分不幸的消息：小儿子被确诊得了白血病。达利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隔着窗户看着小儿子泪如雨下。在小儿子唯一的一次采访中，有记者问道：“有什么话要对妈妈说吗？”他哽咽着说：“妈妈，我永远爱你。” I love you. I always will. 在2011年，丈夫向达利提出了离婚，并一时坚信妻子不是凶手。时至今日，也仍有许多人相信达利是无辜的，一直在奔走为他寻找证据。虽然达利还在监狱里等待着被处决，但让大家一直争论不休的是，达利是否就是真凶？达利入狱20多年，但他一直坚称自己是无罪的。我们一起来回顾，真的是这样吗？第一，一个入室抢劫者被达利发现后，2个人还扭打在一起。达利被刺伤，流了很多血，现场到处血迹的情况下，但却没有找到凶手的任何痕迹，并且从现场的血迹形态来看，大多数都是腰部跌落的圆形血迹。这种低速血迹表明出血者属于静止状态，这与达利描述的情况不符。第二，那把凶手进入房间时割开纱窗的刀，凶手怎么会在室外取到厨房内的面包刀，割开纱窗后闯入呢？第三，凶手进入到客厅，看到了大人和孩子躺在沙发上，为什么会先对没有反抗能力的孩子下死手，而忽略一个有反抗能力的大人呢？并且事实证明，达利的伤势除了脖子上的伤口险些致命，其余都是皮外伤。第四，达利在这种突发事情极度紧张的状况下，为什么还能关注到那把刀上能否取得指纹呢？第五，在刚刚失去孩子后，他可以做到在孩子的坟墓前完全放松，毫无伤心地开生日宴会。我想，任何一个正常的母亲都做不到。第六，那个唯一可以证明有外来入侵者的袜子，更像是达利为了逃脱嫌疑而故意扔到外面的。毕竟，谁会入室抢劫带走一只袜子呢？如果达利真的是凶手，他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达利曾对警员隐瞒了一个信息：案发之前，夫妻2人几乎每天都在为钱争吵，甚至在案发的那天白天，达利曾对保姆说：“今天晚上估计得大闹一场。”当晚，他们确实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达林向妻子提出了离婚，很有可能是当时正在遭受经济和婚姻双重危机的达利情绪十分的不稳定。黑夜里，让达利对来自金钱的压力和对丈夫的怒火不断加剧，最终她情绪崩溃，冲动之下对着孩子挥刀。这里再提一下，警方曾经找出达利在案发前几天写的一篇日记，其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请原谅我将要做的事情。”那么这句话是否又暗示了什么呢？事到如今，已经很难准确判断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说达利的嫌疑真是太大了。警方当时是以2儿子的死起诉的达利。警员说，如果将来有一天翻案，警员还会以另外一个儿子的死亡继续起诉他。在查阅这起案子的资料时，我的个人看法是偏向达利就是凶手的，但是我想大多数人也和我一样，在情感上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而达利确实也有很多支持者，这些支持者中大部分是女性。那么你对这起案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探讨。另外，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天，我在这里真心的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心想事成，把所有的不愉快都丢掉，开启最幸福的一年。我是超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